你想问的问题就那个吗？可我想问的别的问题。什么问题？可以吗？我想要每一天都和你在一起，像一键开启追捕每一天更新的小甜剧，从第一季到永不结束的大结局。我想要每一集有个甜甜的你，我想要每一集加段甜甜的戏，像一段 MV， 一切铺垫都是为了甜蜜蜜。有龙卷风暴风雨不重要，那都不是主题。我想要有一段量身剪辑为你，你的调皮可爱被我无限放大，精准的捕捉到你的小情绪，跟随着你的脚步此起彼伏在梦里。你的柔软细腻被我认真收集，宠你的纵容着你的小脾气，追逐着有你的镜头反复回看在心里。荣耀80系列 AI Vlog 视频大师邀您观看精彩剧集。好吃又好玩，奥利奥邀请您观看《爱的28定律》。无糖零卡劲爽好喝的百事可乐无糖，邀您观看《爱的28定律》。妈，你今天这红烧肉跟平时不太一样啊，这颜色一看就火候到位啊。那就多吃一点。我尝尝啊。香。妈，他跟我上司是一个学校的，不过他俩好像是死对头。我那个上司现在对我也恨无及无。菲菲，你尝尝妈这汤，绝活！妈这汤你炖了有8个小时吧？不是你哪来的死对头啊？我怎么不知道？谁啊？什么死对头啊？今天您过生日，咱换个话题行不行啊？你都是同事，还死对头？什么死对头？妈，他那个死对头叫秦师，您认识吗？我不认识，我不知道。菲菲啊，你吃点这个虾仁儿，这虾仁儿特新鲜啊。谢谢妈。竟然真的结婚了！秦师啊，秦师，你连这样的任务都能完成，世界上还有什么是你做不到的？你就是天生的上层建筑精英中的精英，好红哦！怎么笑这么尴尬呢？可以笑得很开心啊，怎么会这样呢？
财神，帮爸爸看一看，怎么样？我把头缩回去好不好？真的这么丑吗？这东西能不能重拍呀？真好看。睡了吗？睡了吗？没睡。能问你个问题吗？上午在我公司杂物间，你说，其实我们可以什么？秦律师，其实我们。你想问的问题就那个吗？可我想问的别的问题。什么问题？可以吗？从第一季到永不结束的大结局，我想要每一集有个甜甜的你，我想要每一集加段甜甜的戏，像一段 MV， 一切铺垫都是为了甜蜜蜜。有龙卷风暴风雨不重要，那都不是主题。我想要有一段量身剪辑为你，你的调皮可爱被我无限放大，精准的捕捉到你的小情绪，跟随着你的脚步此起彼伏在梦里。你的柔软细腻被我认真收集，宠溺的纵容着你的小脾气，追逐着有你的镜头反复回看在心里。全世界的星星都在你眼里，毫无道理心动的感觉超越一切道理。谁还在意那剧情合不合理？就这样让我看着你甜蜜到底。想要每一天都和你在一起。上午，其实我想说，我们可以真的试着交往。交往？莲花先生，你呢没有好好读这份结婚协议。这份结婚协议写得很清楚了，其中呢第3项的第4条，协议期内双方只是名义上的夫妻，只享有该法律关系中的称谓权利，除此之外，自动要求放弃对方在感情还有物质上履行其他任何义务的权利，例如发展成真实的情侣关系，履行夫妻义务等等。违反者呢，可根据情况的严重程度追究其刑事或者民事责任。
并赔偿违约金500万。疼！忍一下，一会儿就舒服了。你呀，就是劳损太严重了，你知道吗？血液不循环，你要多按一下，放松一下肌肉。你白天要跟我说的就是这个？不然呢？轻点。好，这样呢？谢谢。关于秦师，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，我都可以告诉你。你为什么瞒着我你俩认识？为什么不告诉我她是你前女友啊？她不只是我的前女友，她曾经还是我的未婚妻。我们2个人恋爱了7年，分手了。因为什么分手？都是我的原因。我妈妈对秦师意见很大，秦师对婚姻有极度的恐惧。你们什么时候分的手？我出国以前。那就是2年前。秦律师已经结婚2年了，还有一个儿子，这怎么回事？他有一个儿子。你不知道吗？那个儿子现在在国外，好像还没回来。我知道了，他简直太渣了，简直就是渣女中的战斗渣。我之前真的眼睛瞎了，我觉得他优秀，他跟那个杨华简直就是真是一对儿。算了，我翻篇了。什么就算了？怎么就算了啊？他们这么欺负你，你能忍，我忍不了。陶俊辉，你是我的人，我这么爱你，我不能让别人欺负你。他们欺负你就是在欺负我。这种人，老天爷不收拾他们，自然有人出来替天行道。凭什么让他逍遥自在，还升官发财的呀？不行，绝对不行。别生气了，我知道我是你的人，我也知道你疼我，只要我们2个人过得幸福就行。我们2个肯定幸福呀，但是他不是别人，我不许别人欺负你，我不许你受一点委屈。
各位久等了，我叫赵丹平，是蓝晓婷女士的发言人，也是玉兰集团的新任总裁。关于前段时间蓝晓婷女士涉嫌商务欺诈、非法集资一事，首先，蓝女士的确是收到了法院的传票，但由于蓝女士并非洛威集团的实际经营人，所以蓝女士不是作为被告，而是作为第三方关系人配合案件调查。蓝晓婷女士与庞定方先生为夫妻关系，如今庞先生身在国外，已经失联，所以蓝女士希望通过在场的各位媒体朋友传达她对庞先生的建议，请庞先生能够回国，积极面对所有问题，承担应有的责任，履行一个企业管理者和一个丈夫的义务。在此期间，蓝女士将一力承担所有的债务，并且积极配合制定可行的还款方案。第二排这位男士。据我所知，蓝晓婷名下的资产不足以偿还高达20亿的欠款，那她的还款能力有什么保障吗？是玉兰集团的股份吗？这个问题由我来回答。谢谢你啊，金律师，竟然在这个时候还能帮我找到愿意帮我做担保的人。蓝总别客气，我们只是做了个中间人。真的特别感谢。唐总，蓝总虽然有非常好的还款诚意，同时也找到了担保人，可3年时间非常之长，这样的情况是否有人会愿意接受呢？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这样问：蓝总有很好的还款诚意，又有业界知名的投资公司作为担保人，有人会不愿意接受这样的条件吗？那您的意思是陈宇慧律所会作为玉兰集团的担保是吗？这是什么呀？结婚证，你们没结婚的肯定不认识。我知道这是结婚证，我是说这日期怎么回事？哎，怎么是前2天刚刚领的证啊？我当初也是这么想的，但是人秦律师已经说了。哎呀，老乔，我和杨华的结婚证呢，在国外其实已经办理注销了。咱们律所要是用得急的话，就索性我们在国内领一个更方便。看看人家秦律师，办事情，雷厉风行，不拘一格。哎，干什么呢？验假钞呢？那沾沾喜气得了嘛！你要想要自己去领一张好了。乔思明同学，就你这点小脑子，也就配在这间办公室里敲敲小键盘，打打小电脑，你一辈子都去不了11楼。哎，我怎么上不了11楼啊？我坐电梯就上去了，好吧？出什么风？今天多谢你帮忙，帮我说服江总他们。你不用谢我，谈不上说服，只是帮他们争取到了最大的利益。你中午要是没事儿，我请你跟吴飞一起吃个饭呗。心领了，有事儿没时间。行，那有缘江湖再见。
你有病吧？你什么男人？怎么能这么对秦氏？你记住，怎么对秦氏是我的事儿，跟你没关系。让开。你们俩怎么回事？您没事吧？要不要送您去医院？不好意思，这个玻璃钱我会赔的。合生元奶粉激发内在保护力，宝宝皮实有活力，妈妈操心少。合生元邀您精彩继续。李律师，大白天别这么吓人好不好？秦律师，为了一个职位这么拼命，有必要吗？因为你把它当成一个职位，所以你才会输啊。28定律懂吗？重要的只是少部分，其他虽然是大多数，但却是次要的。人生也是这样啊，跟我获得的成就比起来，这些付出微不足道。你踩着云梯往上爬，就不怕一脚踏空掉下去啊？我踩的可不是云梯，我踩的是别人的无能、害怕还有懒惰，生怕别人知道自己做错了事情，生怕老板知道自己做了不该做的工作。哎，我可不怕，你怕吗？啊，对了，最近特别火那个网红奶茶叫什么来着？乌云盖顶啊，好，就这个，我请客。好的，你要吗？喂，怎么了？你在哪儿？我现在过来找你。倩倩，哎，帮我把这个放我办公室。好的。这里怎么了？玻璃怎么碎了？就被那个打碎的。打碎的。妈妈呢？他没来。那咱们换个地方说吧。新四军就在沙家浜，这棵大树啊有银两，你与他们常来往，想必是安排照应更周详。唱得好，唱得好。雷起七星早，铜壶煮三江，摆开八仙桌，招待16方。来的都是客，全凭嘴一张，相逢开口笑，过后不思量，人一走，茶就凉。
好，唱得好，唱得好。来，请坐，来，坐。哎呀，真是不好意思啊，请不好意思，对，老没有学会，对。来，喝口水吧。我下回还要用功，还要用功。哎呀，真是没想到，秦师的爸爸以前还是文工团的团长，是个角儿。你看，今天陪我这个半吊子的配戏，委屈您了。哎呦，您客气了，我这也退休好多年了，也荒腔走板了，瞎闹。我一看见秦师啊，我就喜欢他的性格脾气，跟我是一路的，直爽，不会绕弯子，有什么就说什么。佘老师啊，您过奖了。我的女儿啊，我知道，她呀脾气大，没大没小，都让我给宠坏了。以后您二老还得多多包涵啊。快点了！哎呦，你那么着急干什么啦？哎呦，打扮的这么漂亮啊！嘿嘿，我跟你讲哦，老秦哦，今天呢，我们是去跟亲家谈婚事的。哎，男方家里头主持婚礼那是天经地义，他们应该出钱。我女儿啊，人家有什么，我们就应该要什么。就算别人没有的，我女儿也应该得到，对吧？是。到时候啊，你不要13点兮兮的，又开始装大方。哎呀，晓得了。啊，你看今天咱们能聚会，就说明是缘分啊。咱们说这结婚的事儿。秦团长啊，你知道我最欣赏秦师的是哪一点吗？就是大气，他对我们洋洋呀，真的是好。结婚金不要银不要，房子钻戒都不要。现在这个年代，像这么有能力、思想开明又懂得把握机会的女孩子，真的是不多了呀。这是我们杨家的福气，是不是啊，老杨？啊？杨华妈妈，我想你可能对我们家秦师还不够了解。我们家啊，从小到大教育孩子，首先就是要懂得礼尚往来的，人敬我1尺，我敬人1丈，这是最基本的啦。我们这个敬啊，倒也不是敬钱，主要是敬心。我们绝不贪图别人家的财产，但是也不能允许别人家占我们的便宜呀，你说对不啦？我们家秦师啊，从小到大都是受的最高规格的教育哈，无论是学业呀、人品呐、修养啊，那可都是1等1的。当别人家的女儿都在伸手跟父母要零花钱的时候，我女儿已经可以用自己的奖学金给我和她爸爸买礼物了呀。别人家的小姑娘都要省吃俭用的去买什么名牌包包的时候，我女儿就可以自食其力的靠自己的能力买房子嘞。说到学业嘛，我们家杨华也是1等1的。哦，那他有工作不啦？有没有工作不重要，没有工作不等于没有收入呀。哎，那他有钱吗？有房子吧？有车子吧？他5险1金是怎么交的呢？低中高3档嘞，他交的是哪一档呀？拿年薪呢，还是拿月薪？年薪多少，月薪多少呀？假如他们2个真的结了婚，杨华打算什么时候要小孩的啦？要是小孩子生出来的话，我们家秦师在休产假的时候，
那小孩子的开销啊，家里的开销啊，是打算怎么负担呢？万一以后我们家秦师有病，不是啊，我的意思是说，他要是不愿意在社会上工作了，疲了累了，想回家里头一段时间的话，那这个家的支撑是靠什么？谁来照顾我女儿呀？我们吧是没有提什么条件的，但是这不代表我女儿就什么都不要了呀。我们关键是要看看你们能给什么。妈，喝茶。本来嘛，我辛辛苦苦的把女儿养到这么大了，到了该出嫁的年龄，突然就窜出来一个男人，黑不提白不提的，就想把我的女儿领走。我是花了30多年的心血啊，我一点一点的浇灌这个花朵啊，现在开得正艳的时候，就连花带盆都给我端走了。换谁也是舍不得的啦。大家都说完了，那我来说2句。好。秦氏这个儿媳妇啊，我非常喜欢。婚礼，我个人的意见是，要办。哎，我也是这个意思啊，我跟你想的一样。办。既然咱们意见一致，那就好办了。秦氏妈妈，你看我们这个家算不上大富大贵，但孩子们的终身大事，我们肯定会尽心尽力的办好的。房子咱们有，车呢也可以买，只要是孩子们喜欢需要，我们作为男方家长，那该做的一定会做好的，是吧？放心吧。看到了没有啊？说是什么都不要，结果呢是什么都要。他自己说好的啊，不要婚礼，结果现在婚礼不仅要办，而且档次还要高。他妈妈还嫌弃我们家房子有不啦，车子有不啦。好了好了，有那功夫呢，好好检讨检讨自己。人家秦氏爸爸妈妈也没说错呀。啊，女儿嫁人想要一个风风光光的婚礼，这有错吗？咱们家确实是没有婚房，没有车，这是事实，人家也没说错呀。2个孩子真心相爱，就不要再说3道4了，是不是？这个婚礼一定要办。我也没说不办，但是他们家这么着急，我哪有时间准备啊？不要让人家开口提，不要让人家伸手要，咱们主动得给。儿子，这个跟你妈商量商量，要什么不要什么的，只管提。妈，提什么提呀？房子我有，车我也有。杨华虽然不工作，人家也是靠自己过日子，也不是伸手跟家里要钱的人。你说我这就结个婚，你们非要搞那么大排场。行，我尊重你们，你们是不是也能尊重我一下？我就想跟家里人吃个饭，我不想弄那么大。再说弄那么大，你有那么多人请吗？我当然有的喽。哎，你外婆家里乡下的那一群七姑八姨的，我当然都要给请来的。还有小区里边的这些婆婆呀、阿姨呀、大叔啊，我不要请啊啊！我告诉你，就连楼上那位，我也是要请来的。哎，
小美，你请他干嘛呀？哎呦，我不要你管好吧？我想请谁就请谁，我要把那些说我女儿嫁不出去的人都请过来，我要让他们好好看看我女儿嫁得好，嫁得好着呢。妈，你就是虚荣心作祟，你就是用我的婚礼来满足你自己。哎，小诗，你怎么这样跟妈妈讲话的啦？啊，妈妈可都是为了你好，能晓得吧啦？哎呀，小诗开车呢啊！你不要管，现在你又在这里装好人了。哎，我跟你讲，其实我要请这么多人，大多也都是为了你的脸面了。哎，你在棋牌室跟人家吵架的时候，你怎么不说我这样做是给你争回脸面来？现在在这里装好。小诗，你靠边停车，我不要在这坐了，我走回家去。别闹了你，别闹，别闹，你靠边停车好不啦？停，我停。妈，哎呦，你不要拉我呀！我把你生出来，辛辛苦苦的把你养大，就是让你来气我的，好吧啦？不是，反正你也要结婚了，等以后你生一个小孩，跟你一模一样的女儿，你当了妈就知道当妈的心思嘞。真是，哎呦，好了呀。小诗，没事，我跟着他，行吗？没问题，行，你赶紧走吧啊，开车小心点啊。看看你跟孩子生什么气呀？都是你惯的。虽然吧，我是你的兄弟。但是我真觉得人家妈妈那话说的没错。你就拿我们家小棉袄来说吧，如果有一天她眼瞎领回来一个男的，啊，和我说，爸，我要裸婚，我当场抽死那个男的，你信不信？哎，这和钱还真没有关系。这美好的婚姻是无价的，但美好的婚礼那是有价的呀。啊，你想想。这个世界上，越美好的东西越不能白给，是不是？你天底下所有免费的东西都不招人待见，没招儿，人性就是这样。而男人呢，就是8心8钻，24K 纯贱。即使是错误的出场时机，也没阻止一场注定的相遇。还好那个人是你，那必须是爱情的道理。喂，就算是痛苦的过程里，也值得一次奔赴的勇气。你不说话我可挂了。这个世界上最喜欢是什么？最不喜欢的是什么？什么意思啊？你是不是喝酒了？以前我最不喜欢是我妈催婚，现在我最不喜欢是我妈逼我相亲。然后呢，我喜欢。我不喜欢门口那个旅馆。现在你知道我不喜欢什么吗？
不喜欢陶俊辉。我不喜欢他看你的眼神，我不喜欢你为了他受伤。打我，打他，上次揍他了。差一点点我揍到他，算他好运。其实，你是无价之宝。你是这世间所有美好的总和，我想把我的一切都给你。你想要的，你不想要的，我都想给你。你到底喝了多少？老婆，我们要结婚了。我们要结婚了，我爱你，我真的很爱你，我一定会给你一个你最喜欢的、你最想要的婚姻。喂。喂，幼稚。托尼，我的酒怎么还没有送到？哟，不好意思啊，唐伯，我给您查一下。哎，等一下，那边跳舞的人是谁啊？我怎么看着他那么眼熟啊？啊，那个是西美公关的吴卫松，吴总。佳亮啊，喝了多少啊？这是？没喝多少啊。醒醒啦，醒醒啦！哎，起来了，你老婆来了，起来了。老婆啊，老婆来了，快！我没有老婆。杨华担心秦师被其他顾客撞倒，把秦思抱在了怀里。秦师开始忍不住想象杨华跟自己比较亲密的身体接触，比如说拥抱啊，对方靠在自己的肩上等等。电视剧里这些瞬间，其实是在告诉我们：哎，你看他们两个人双方动心了。我经常遇到很多的朋友问我说，怎么能确定？哎，我是对对方心动了呢？人们常常想象说，心动就是我靠近一个人的时候会忍不住心跳加速，而小鹿乱撞。还有更夸张的就是，我们一见到对方就面红耳赤，这些当然都是心动的表现。但是呢，日常生活中还有几种其实是比较隐晦的心动的表现。第一种比较隐晦的就是我在身体上忍不住想要靠近对方，我觉得跟他的身体接触让我很舒服、很开心。身体的接触就是荷尔蒙激发的开始，也是爱情感性的开始。所以，当一个人开始想象自己跟另外一个人身体上的接触而不反感的时候，那很可能就是心动的开始。
那么第二种呢，就是你总是会产生帮助他的欲望。美国学者齐克·祖宾在研究依恋关系的时候，就发现爱情有一个必不可少的特征，叫做帮忙的倾向。在爱情中，我们不单单是很享受被爱的感觉，我们还特别愿意帮对方做个事儿，比如说帮对方操个笔记啊、跑个腿啊。明明这些事情都可以对方做的，但我就是很想帮助你，这也是很重要的心动信号。那第三个心动的信号就是你回忆他的时候，你会觉得很快乐。爱常常让人不由自主的快乐起来。你每次回忆到跟他在一起的时候，或者想到刚刚我跟他一个什么场景的时候，你就会不自觉的笑了。这其实就是爱的感觉。你不妨看看你身边是不是会有人让你觉得有这样舒服的感觉，很可能爱情就已经在你身边发生了。忘记没关系，变了又再次不知道。那要遇见的他。